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这一年来，我拍了许多有年代的旧相机主题。除了影片中的街拍过程之外，我通常也会在日常生活中随身携带这些相机，才能够让我做更深入的体验以及回馈。而它们大部分都有各自明显的缺点，在使用上都有需要妥协的地方。这次出国，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轻装的原则，因此也算是久违的又拿起 GR3X 作为贴身的主要工具。而经过上一段时间老相机们的洗礼，这次旅行中再次深刻体会到 GR3 系列超高的完成度。相隔一段时间后，再次密集的使用 GR3X， 让我对于相机的调性与色彩掌握上也有了新的理解。趁着这次影片的主题比较轻松，我会顺便回复一些经常被网友们询问的问题，包含各种街拍过程中的细节等等。同时也会分享我自己最喜欢的色彩参数，以及我对于即将发售的 GR4 的初步感想。这次影片中的照片都是由同一组黑白模式与正片模式所拍摄的，后期有稍微修正一下曝光，但整体仍然维持相机本身的调性。详细的设定有兴趣的话，可以暂停一下，参考画面中的参数。GR 系列最有名的黑白模式，相信各位都知道是启发自深山大道的高对比黑白。但在我长期使用下来的经验，会觉得画面中丢失的细节过多，以数位方式添加的颗粒感也不够让我满意。看久了，觉得有种说不上来的生硬感。而且这种重调味的风格就像一把双面刃，如果没有相应分量的拍摄内容或思想去做支撑，很容易让照片变得不知所谓，跟我自己偏向更随性、自由的摄影风格并不是那么搭配。我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黑白色调是有着平顺的灰阶过渡以及稍重的对比，所以我选择以标准的黑白模式为基础，在整体曝光上刻意压低一点，呈现像是墨水一样带有湿度的浓郁光泽。而 GR 在参数选项上，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可以自由的添加暗角，适当的暗角可以很好的凸显拍摄主题，同时也带来了低调的复古质感。彩色方面，我觉得最耐看的还是正片模式。虽然一开始很容易被负片的怀旧质感所吸引，好像随手就能拍出充满电影感的画面，但也是同样的问题，时间一久就会开始觉得腻，到后来甚至会感到厌烦。在大量的色彩与参数的尝试后，我最后还是选择以正片为主。我很喜欢正片模式对于人物肤色的诠释，同时降低了一点彩度，并且提高对比。在现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网络世界里，我希望我的照片能够传递出一种安静、沉稳的情绪。
首先，我最常被网友们问的问题就是拍摄时会不会先询问被拍摄者的意愿。对我而言，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根据实际的情况，我会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一层是我完全不会询问，对方可能也不知道自己被拍摄的情况，通常是背影或者被拍摄者的视线明显在其他地方。另外3层是我会仔细告知拍摄目的，有时候甚至会拿出我拍过的其他照片、社群账号等等作为范例。而其实绝大多数的情况，我只会用肢体动作示意我的拍摄意图。关于这个话题，如果要细讲的话，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今天就先简单带到这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未来我会再针对这个话题另外做一期影片。第二个最多人私讯我的问题，我个人是觉得有点讶异，就是照片的边框是怎么做的。我是使用 Adobe 的 Illustrator 做排版，再根据每张照片去手动填写拍摄当下的电子参数。目前的版型是经过蛮多次演变后才定下来的版本。使用边框能够明确地界定出照片的边界，同时大量的白色也有助于定下视觉锚点，稳定观看时的视线。这样的设计有助于提升观看者的辨色能力，让照片更具有表现力。第3个问题是照片有没有后置，大约有8成左右是没有经过调整，完全由机身直出，剩下的2成通常是修正一些拍摄当下的失误，例如曝光、构图、水平线等等，基本上还是会维持相机本身的调性。因为这个频道的主题并不完全是所谓的评测，更多的还是关于使用相机的过程与背景故事，所以在合理范围内，我更多的考量是照片呈现效果是否美观，是否能够让大家理解这些相机的独特魅力等等。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有人会问，影片里的快门声跟相机不一样。目前我在影片中展示照片的快门声是来自一台我用很久的底片相机，福伦达的 BESFlex TM。我很喜欢这种由机械结构与反光镜的组合所发出来的快门声，而除了前面的快门声之外，后面的过片音效也可以起到一个预告展示即将结束的效果，让整个影片在节奏上更加明确。其实早期我有考虑过每一支影片都用相应的相机快门声去做搭配，但后来发现有些相机的电子快门声质感不是特别好，而且频繁的更换也不容易累积各位对这个频道的印象，所以后来才会决定都统一采用这台相机的快门声作为展示音效。这个快门声是以1/60秒击发的，我也尝试过更快或更慢的快门，但感觉起来节奏都不如1/60秒合适。GR4 依照目前公布的资料来看，有3项改动是我认为与拍摄体验最具关联的，分别是镜头结构、对焦性能与5轴防震。首先，镜头结构的部分多增加了一片非球面镜片，可以预期能够提升边角画质或是大光圈下的锐利度。但具体能提升到什么程度还不得而知。我对于目前 GR3 系列的画质表现是没有任何怨言的。如果理光想在镜头上下功夫，防尘或许才是用户们更注重的地方。接着是对焦性能，这次加入了相位差的混合式对焦技术，也算是正式踏入次世代的规格。GR3 系列的对焦并不差，只是在某些场合会显得不够聪明。我会干脆直接用触控的方式来进行拍摄。最后是防震从3轴提升到5轴，我个人感觉影响并不大。目前的3轴防震已经足够我很轻松的使用手持1/5秒的快门来拍摄，加上 GR 系列一直以来都是广角焦段，所以对于防震的需求其实并不高。
上述的比较来看，其实都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小改款。对于已经拥有 GR3 系列的用户来说，升级的吸引力可能不高。正如同我在影片开头所讲的 ，GR3 这个产品的完成度已经非常高了，几乎想不到还有任何能够大幅进化的地方。至于 GR4 即将推出 ，GR3 是否还值得购买这种经典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没有太夸张的溢价 ，GR3 系列绝对是任何时间点都值得入手的一台完美相机。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所有内容，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也别忘记按下订阅键。我是 Eason，我们下次再见，拜拜。